熊廷弼被判死刑后，并没有立即执行，从论定死罪到最终行刑，中间隔了3年多的时间。这3年里，他在狱中等待，也在狱中挣扎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熊廷弼曾托付汪文言向内廷行贿4万两白银，以求暂缓死刑，可事后却没能兑现这笔承诺。这段话后世争议很大，许多人认为以熊廷弼的家境，其本人是拿不出这4万两银子的。但无论真相如何，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：魏忠贤从此对熊廷弼恨之入骨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天启4年，魏忠贤在与东林党的权力斗争中全面获胜，赵南星、杨涟、左光斗等核心人物先后被捕入狱。朝堂之上，阉党已然一手遮天。熊廷弼一案也在这场惨烈的党争中被重新翻出。对阉党而言，熊廷弼本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与东林党的关联。熊廷弼2次经略辽东，均得到了邹元标、赵南星等东林官员的支持。天启5年，阉党掀起了一场针对东林党人的大狱，汪文言被逮捕下狱，受尽严刑拷打。锦衣卫指挥使徐显纯对他滥施极刑，逼其诬陷熊廷弼曾向杨涟、左光斗等人行贿，就此将熊廷弼案与东林6君子案绑定。与此同时，阉党爪牙冯全在为天启帝讲经言时，拿出一本市面上刊印的《辽东传》，诬陷说此廷弼所作，妄图借此脱罪。书中记载了熊廷弼守辽的英勇事迹，但言语中对天启皇帝颇有讽刺。这年8月28日，熊廷弼被押赴西市处斩，魏忠贤随即下令将他的首级传至九边，以儆效尤。这颗首级从北京出发，先到山海关，然后依次传至冀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延绥、宁夏、固原、甘肃9镇。每到一处，守将都要集合军队，当众展示首级，历述熊廷弼的罪行。《明记北略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熊廷弼的首级传到辽东时，许多戍边老兵跪地痛哭。他们记得，这个被朝廷定为死罪的人，7年前曾凭一己之力稳住了辽东的局势。这个被诬陷重金行贿的人，当年离开辽阳时，满城百姓曾跪地相送，嚎啕大哭。熊廷弼身死之后，阉党的迫害仍不停止。御史梁孟环诬告熊廷弼倾倒军资17万两，御史刘辉妄称熊廷弼家资100万，应抄没充作军饷。魏忠贤矫诏严追，熊家全部家产被抄没尚且不够，连亲戚本族都受到牵连。江夏知县王尔玉更是趁机向熊家勒索征完，最终逼得熊廷弼长子熊兆圭自尽身亡。一个为大明鞠躬尽瘁的人，最终落得身首异处、家破人亡的下场。而酿成广宁惨败的罪魁祸首王化贞，却靠着首辅叶向高与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庇护，迟迟未被处决。叶向高致仕后，他又投靠阉党，换来了缓绝的生路。直到崇祯5年，王化贞才被押赴刑场处斩。此时距离熊廷弼含冤而死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。崇祯即位第2年，朝廷终于为熊廷弼平反，但此时的平反并不彻底。崇祯帝最终仅允许熊廷弼的儿子迎回父亲首级，归乡安葬。熊廷弼死后17年，清军再次入塞，明朝江山已经摇摇欲坠，但此时再想起熊廷弼已经太晚了，他的冤魂早已在九边之上飘荡了多年。熊廷弼死后18年，孙传庭战死潼关，麾下秦军全军覆没。熊廷弼死后19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帝自缢于眉山，立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此覆亡。他一生2次经略辽东，第一次稳住了萨尔浒之战后的危局，第2次则在经府部河的死局中功败垂成。熊廷弼用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，后来者看得清楚，却躲不过同样的命运。但历史总要有一些人不计毁誉、不计生死地往前走。熊廷弼死后不到半年，又一个人踏上了出关的路。他比熊廷弼大5岁，
没有经略辽东的经验，却有着同样的固执与担当。他将用4年的时间，在熊廷弼跌倒的地方筑起一道从未被正面突破的防线。这个人叫孙承宗。